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这是大年初三，这春节长假已经过了一半了。再一次的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在这个喜庆团圆的日子里，又一次的收看《爱情保卫战》。还是要代表节目组的所有工作人员，祝大家春节快乐。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欢迎于老师；情感导师厉浩洋老师，欢迎厉总；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严老师；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陆老师。接下来的时间，看看他们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请看。我们在一起6年了，我觉得结婚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可是每次我一和他提结婚，他就闪躲，我追问他就说他恐婚。我也知道我俩年纪都不小了，其实我并不是不想结婚，是因为我俩之间现在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如果带着这些问题去结婚的话，担心以后的日子过不好。他现在的态度真的让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想结婚还是不想和我结婚。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刘26岁，来自吉林，产品经理；小天27岁，来自吉林，质检员。4位导师好，主持人川哥好。好，今天终于见到活人了。嗨，活的哈。我其实压力挺大的，因为今天好像在我来解读题面是有人要来逼婚的，是吧？我不是逼婚啊，那是我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也快6年了嘛。国庆回家的时候，我父母就问我，你们两个在一起都那么久了，就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然后我就问他嘛，他回答就挺让我诧异的啊，他就跟我说他有点恐婚，现阶段就是想谈恋爱。然后我就说你到底是不想和我结婚还是不想结婚？如果不想和我结婚的话，那2个人就抓紧好聚好散吧，就别再耽误彼此了。我不是不想结婚，我还是挺喜欢他的因为我俩现在在生活中面临着一些矛盾和问题，我不想把这些问题就是带到婚姻当中我怕导致这场婚姻的失败我觉得这个我个人接受不了。然后都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啊？我觉得我们两个还可以，还挺好的。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一个觉得问题多多，一个觉得挺好，所以咱们听听问题多多的那一个嘛，一起来找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好不好？就是我给您举个例子吧，就是上次我们去超市购物嘛，购很多东西包括一些那个水果、蔬菜，还有一些冻货什么的。然后我到家我就把这些东西第一时间放到冰箱里，他就是挺不在乎的。然后到家就是感觉特别懒惰。直接就是瘫在沙发上，恨不得那个鞋都是我给他脱。我觉得他吧，这人就是太死板了。我想先休息后收拾，也没什么不对呀，你也不能就说我太懒啊。我觉得就还好，就还也是小事。我觉得那些冻货的东西，像那些保鲜食品，我觉得应该第一时间放到冰箱里，先收拾好了再躺着，那不香吗？而且你说就是上1周班了，也就周日那一天休息一下，然后他老人家可倒好，从早逛到晚，比那大爷大妈来的还要早，就在超市那堵着，然后晚上4、5点才回家。一天超市哪能逛那么久啊，是吧？然后反正我就觉得我挺累的，我就想休息一下。女生给到的是一种生活态度，男生给到的是另一种生活态度啊。听起来是态度，但是能听出男生有一些抱怨。你是不是会觉得这姑娘懒啊？其实挺懒的，我感觉。你看，有一次我印象挺深的，就是我出差3、4天，然后那天晚上我已经很晚了，回家12点多了。我一回家打开门那一瞬间，首先我是闻到了味儿，那个味儿吧就是螺蛳粉味儿。我们家还养那个小猫咪，还有那个猫屎味儿，就不知道的以为屎烂了呢。我觉得他吧就不是特别喜欢我小猫，然后也不喜欢我吃螺蛳粉。我不喜欢小猫，我天天在家铲猫屎。然后他就是挺在意这个事儿的，反正那几天我也就是特别忙嘛，也是加班，8、9点才回家，然后到家吃完饭都10点多了，我就也挺累的，我就想着等他出差回来前一天我再一起收拾，就是有一点拖了，结果他就提前回来了。那个沙发都特别乱，那沙发衣服都特别多。就我觉得沙发上有点东西挺有人情味的，要不然整的那么立正，就感觉我总觉得沙发上有衣服，有家里那个味道什么。那你说那地上全是衣服，然后那个桌子上吧全是外卖的袋子，
然后锅也没刷，碗也没洗，他就觉得这个事儿他想拖到最后一天做，然后赶着我回来。你说他这不是懒是什么？这个味儿我是能想象得到，但是那个混乱程度我是想象。你当时没拍个照片啥的记录一下，我们就他就是认为。我说的非常夸张，然后他觉得这无所谓啊，也不是很乱，对吧？所以当时我就是拍了个小视频，然后想记录一下到底是有视频是吧？啊，有视频，视频比照片好。对，我就未来再先进一点，要有味道的话就更好了。咱们来看看证据啊，看小视频。Oh my god！ 天哪，这也太乱了！我才出差几天啊，家里就这样，电脑用完也不收起来。这衣服都快堆成沙了，哪都是。哎呦我的妈！桌上全是外卖，是，吃完就不要收拾，也不知道留给谁吃呢。哎呀，衣服随便扔，锅也不刷。你看看这碗，哎呀，天哪！我的天哪！这个好像是有点触目惊心啊！我当时也没觉得这么乱，反正我就想等一等，然后再收拾。这么说，我说句实话，就当时我也是，不是你吃完天天加班加到9点多，那我到家都10点多了，也很累很困呀。你吃完外卖，你把它打个包。就是顺手的事儿，他就感觉很累了，然后就这些理由，他就这些也不至于说不能结婚吧？哎呀，这个话问得好哈！问你呢？即使我这么乱，我也不至于不能结婚嘛。结婚之后我请一个阿姨，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嘛。但是他那个拖他的这个事儿，我也有点接受不了。比如就是双11的时候，我们家是新买的房子，然后就是墙面是比较干净。然后我觉得就是手特别脏嘛，然后天天需要摁，墙脏了就不好办了。然后有那个开关贴，让他抓紧买，在那个网上。我也不是没买呀，我买了，就是那个物流有点慢，然后他就让我催。那你说那快递我催了他就能到吗？那我也太神了吧。然后你说咱手，你天天摸大泥了咋的呀？就是一摸就脏了，就晚点呗。就这个事儿就非得这么斤斤计较，就特别较真儿吗？不是较真儿，你每次什么事儿都拖，他就认为这种是小事儿嘛，这不买也无所谓了。但我觉得你这个落户的事儿，你觉得算是大事儿吗？落户现在天津，大事儿啊！我感觉现在户口大事儿，人才引进那个天津这个政策比较好嘛，海边计划，我们都是属于符合条件的。我前后用了19天，我就把这个户口落下来了。他可倒好，他用了1年多，第一步还在卡那儿。我每次催他，他都忘了。我就是觉得这个政策一时半会儿它也不会变，就慢点呗。你变不变也不是反正我觉得你说了算不用太着急。然后就他也说我拖，我也觉得他也挺拖的呀。就之前我们俩异地恋，我在上海，然后他在北京，然后那个时候就说好了国庆来找我嘛，然后他就是拖到最后说没买到票回老家了。那你说你回老家，你告我一声，对不对？我也能回老家。然后最后就我一个人在上海，他也没来，就说话也挺不算数的。我当时不是跟你解释了吗？我当时那个是跟着项目走的，领导提前也跟我打招呼了，说那个11有可能加班。况且我那个票也是买了，从那个北京到上海的票也买了，然后从北京到我们老家的票我也买了。怎么就那么巧就抢到老家，就抢不到来上海的呢？去小城市的那个票可能11的就是好买一点。我觉得还是不是很来想见我。如果想见我的话，就肯定有各种方式。这个我挺支持你的哈。就北京到上海方式太多了，对吧？飞机一天多少班呢？1小时1班，对不对？完全是借口。这个我觉得女生说的对。我觉得他现在可能就是各种挑剔我吧。他就是比较矫情啊，脾气还挺大。有一次我买那个书架嘛，平时买一个那个拼图好几百，然后大家一起拼还挺开心。我说买个书架怎么了？大家就是也是俩人一起拼拼。你看有时候吧就是这样，我就觉得那么好弄的一件事，你就直接买一个一体的，是不是？直接搬进去书房不就可以了吗？非得要弄一个组装的，然后组装不好还觉得我做的不太好，就是非得要我和他一起弄才行。然后我也不是没帮他。我也递螺丝了，递锤子，我也帮着他扶那个书架啥的。他说是那个递什么锤子啊，递钉子什么的，他总在那玩手机，都是我主动跟他说，我说那也用不着就是说跟我冷暴力。就那天吧，他就不跟我说话了。那你也不至于离家出走，摔门就走了吧？我不说话，那是我一种方式，但
我觉得你这个方式更过分。我觉得咱俩差不大多，反正我觉得你这方式也不好。谁吵架了，男生不哄哄来，对吧？那你呢，就是2、3天没理我，然后最后不还是因为我觉得雨下得太大了，然后我有点害怕，就跟你先说话嘛。我觉得就是没有以前在乎我了嘛。你这个先说话的理由特别奇怪啊。那天雨下的确实挺大。对，然后我们那是露台封起来的那种，然后那声就特大，我也就害怕了，然后就跟他说。谢谢老天赏雨啊，给我一个跟你说话的机会。你们那个时候有人提过分手吗？我很好奇的问一句。我提过，异地恋的时候嘛，那时候我就觉得挺难过的。你们异地有多久啊？1年。啊，2个人为了这个爱情跑到天津来了。没错。你从上海到天津，你从北京到天津。那阵是从北京又到上海，然后我俩从上海裸辞到天津的。啊，这不容易啊！为了一段情感，双方都做过努力嘛。6年对吧？对。你们这6年没结婚是因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我俩人生观有问题吧，啥意思？他一直想丁克，我觉得我不太喜欢小孩。想丁克和真丁克是2回事儿，孩子们。这个阶段我就觉着要小孩就挺吃力的。当时我跟他相处没多久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过，我说我不太喜欢小孩，然后我可能以后要丁克。他也没否认，就是也相当于默认了吧。然后现在就是递给我这么一个话。毕竟当时也是6年前的事儿了，在大2的时候可能思想不太成熟吧，在学生时代嘛，没想到真正会有这么谈婚论嫁的一天。但是现在实打实就发生这个事儿了。但是肯定是你不接受丁克要去面对嘛，不接受。倒是坦诚。如果他说我不做丁克了，这个婚咱结吗？结呀。所以你们俩绕啥嘛？根本跟那些都没关系嘛。就是只要你同意给我生娃，这婚咱就结嘛。我希望他就是别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我觉得我们2个人还挺好的，就是2人世界也挺不错的。我就觉得，不至于在那些小事上面让我们这6年就。对他来说，这个要个娃可是个大事儿，是吧？他们跟我说，你母亲关于这件事儿还有母亲的看法。对我们双方父母的态度都比较明确啊。我们听一下吧，来。阿姨您好，我是爱情保卫战节目组的。您了解您儿子和小天谈恋爱的这些事儿吗？了解。那您知道他们最近也闹了一些矛盾啊，来参加我们节目来解决吗？又闹矛盾了。他们俩原来感情还挺好的，最近我就是视频的时候，我看他俩还经常不开心，我还偷着问孩子了，他说是要闹矛盾了。我问他都是因为啥，他说的就是越来越发现这个小天啊不会收拾屋子，也不爱做饭，我儿子感觉说特别懒。不会干家务的儿媳妇您能接受吗？那就是偶尔的犯懒了1次2次的行，那要是时间长总这样，我就会让我儿子不跟他处了。那您了解小天他不想要孩子这个就想法吗？您能接受吗？那怎么能接受啊？原来我听我儿子说那么一嘴，我以为他们是在开玩笑呢，不可能是真的吧？这绝对不能接受的。如果要真是这样，那就不能再继续了。哎，你也不接受丁克对吧？对，要命就要命在这儿了。父母的意见供参考，如果他也坚定的是丁克的话，这事儿还不难。问题是你男朋友还不太愿意做丁克。就是这个阶段，我是觉得肯定不行，因为我觉得养孩子太大压力了。哎呀，所以孩子你表述清楚，你说我这个阶段不行，我在什么时候可以要？你别上来就说我做丁克呀，你看给他吓的。我觉得首先责任感。
男生啊，这段视频今天拿到节目现场来展示，征得女朋友的同意了吗？我和他说过，他就觉着啊无所谓，我感觉不是挺乱的，我就觉得家里倍儿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女朋友是非常信任你的，在她的心里面觉得你会娶她，所以你做什么都可以，这是一种极大的信任。不管怎么样的话，把这个不好的一面放在全国观众面前去呈现的话，多少也是没面子的事儿。从这个角度讲，你要感受到女朋友对你的那份信任。但是话又说回来，看看你又做了什么。你是恐婚的，而你的女朋友是恐生的，一个恐婚，一个恐生，那很简单，就是你们俩的关系出了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关于丁克这件事情，他现在一直不松口吗？当你用挑剔的方式，他就会做自我防卫，然后他会强化他的观点，所以你用这样的方式只能让他越来越自我，他用坚守自己观点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其实女朋友并没有完全说丁克这件事情就丁克到底了，你也听得很清楚。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你一直用逼供的方式，那么这孩子就一定生不下来，而且你们的关系裂痕就越来越大。你越挑剔他，就是越否认他，越否认他，他就越不愿意做。所以呢，男生呢，适当的要学会包容，然后呢，女生呢，要关注他的焦虑，因为他的挑剔是什么？是焦虑。在某种角度来讲，这种不安全感，其实他缺乏的比你还要多。所以说，当你说对方是否懂自己的时候呢，你也要尝试去懂得他背后的那份焦虑。他是希望说我们越来越好，挑剔的背后是希望更好。你们要彼此多一点了解内心的需要是什么，而不停留在表面上的脏与不脏、生与不生。你们多聊点想要的，少聊一些不要的。谢谢。男孩，就是你觉得你对他的爱，如果10分的话，你打几分？打9分吧。我觉得，我给你点面子，加3分，算你8分。给点面子加3分，就是5分啊。哦，哎，你知道冷战这种不说话对人的伤害是什么吗？我觉得冷战不是一个人一个巴掌拍不响。对呀，关键是谁爱谁会认输啊。如果我特别爱他，不管是冷战还是热吵，哪怕不是我的错，我都会认错。因为什么？因为我爱他，我想让他开心，对吗？所以，当你跟他冷战的时候，就是你不在乎他开不开心，更不要说冷战2、3天了。我觉得无言就像一种毒药，更像一把刀，它能切得开最深情的拥抱。我觉得你们俩的感情都可以被这样斩断了。你觉得你爱他有几分，姑娘？我觉得也有8分了。那我给你加3分，你大概有7分。为什么？如果一个女人，我爱一个男人，我什么都可以为他做。我觉得你对他的爱没有达到这个情况，所以你们两个啊，都加上3分之后，也就是7、7、8、8，针尖麦芒，一个恐婚，一个恐生。其实你想想，彼此到底为了对方肯做什么？他那么脏，有什么呀？你连一个3米的书架，对吧？你都不厌其烦的去把它给搭起来，你就帮那碗所有都洗了呗。既然你喜欢他，你肯定喜欢是他其他那一面。如果他一面都没有，你早就抛弃他了，是不是？是的。那你为什么不能为他去做呢？你也知道他想要什么，他自己搞一个书架，他其实想跟你一起干嘛？通过搭这个书架来增进彼此的感情，对不对？就他希望你跟他一起去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最后说啊，你看我们家这个书架是我们2个爱情的结晶，一起铸就的。哎，你在玩手机，你想你为这个爱又付出了多少？你有没有加上这个3分？如果你再不加3分，你再不加3分，你们2个
什么都没有了，知道吗？珍惜彼此的爱，不要再冷暴力，你也不要再抗拒自己的那种懒惰或者是恐婚。你真正为了他，愿意去付出，他也会愿意为了你而付出更多的爱。谢谢栗子。杨老师，别哭了啊！其实我真觉得，我还挺看好你。可以被理解的，但是不恰就是不恰，这价值观它不在一条轨上，它就是不在一条轨上。比如说，他可以理解你的价值观，但他就是不接受，因为他不是他的价值观。所以这一点你必须要明白，你千万不要说你们必须理解我的价值观，谁不理解你的价值观，谁都能理解，他不一定能接受你。所以当你有自己一个价值观的坚持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你面临的结果是什么。坚持和坚定是很难的。有时候身边的人的沉默不代表承诺，沉默只是你们得过且过了，你们只是不想去思考这个问题。生活是混不过去的。我觉得你们俩是有爱的，这个没有问题，但你们现在涉及核心价值观，这就不是爱不爱的问题了。所以你要么就是接受他的价值观，要么就你们各自重新开始。几年的爱情当然是很可惜的，但再可惜的爱情也比将来两个人再一次的发现人生发生冲突要好很多。好，谢谢陆琪老师啊。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对生活的未来看得那么通透，所以我们就不要为所谓生活的未来去担忧。年轻人老是两种极端，一种就只活在当下，一种就只活在未来。你就只活在当下，他现在有点只活在未来了。他是不要孩子吗？根本就不是。刚才他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没人给我们带呀，怎么办呀？我无法面对呀，这是他的核心。所以你越是在指责他做事情是懒惰的，是这样的，他越害怕生。
所以他就会放大对未来的焦虑那一块，然后自己又特别有责任感，觉得我要做一定是做一个好妈，他只是觉得我承担不起，你也没有让他感觉到你能和他一起承担，核心其实在这儿嘛。所以你们自己好好考虑，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啊，一起进入真情流水。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已经6年了嘛，挺来之不易的。希望你能是因为喜欢我，并且能接受我的缺点，然后和我在一起，而不是一些别人的看法，还有一些外在的因素才和我结婚。我希望我们是从校园到婚纱的这种爱情，所以你还是多考虑一下我们彼此之间吧。我会考虑彼此之间的感受的。我也真正的希望我们互相可以真正的达到那种感同身受。确实是咱们从那个学校走到现在确实不容易，我也不会逼你就是去生孩子，不想为了生孩子而生孩子，最后我一定会尊重你的想法，但是我也希望你站在我这边考虑一下，就是彼此理解嘛。今天出来有前提啊，就是愿意在1年之内结婚，还要磨合嘛。我们愿意在1年之内，我们就把这事儿办了，你们就出来，来看看吧。1年时间可能还太短了，也别出来，不代表分手，好吧？好，谢谢2位，请回。来，请关门。严老师，你觉得这个姑娘以后会要孩子？如果他们的日子能过好了，男生能更帮她担当，不要那么焦虑的话，我觉得他会要，他会要，他不是讨厌不想生孩子，就是担心。我觉得他连锅都刷不好，所以他不敢生孩子是这个原因。他不是真的不要孩子，对，他真的不是不要孩子，他觉得 hold 不住。好了，来我们看看他们愿不愿意放弃一切成见，只因为爱而选择走在一起。请开门。你也想1年之内结婚是吧？对，确定啊？我在后台日子都想好了。一点都不尊重，你得跟人商量，知道吧？接下来我们来见证这对情侣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我觉着生活是没有一帆风顺的，但是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尽我所能，尽你所能，尽我余生，尽你余生，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我也会这边会更加的包容你，也希望你这边我也会更加理解你，就是希望我们2个以后都一起努力吧，就是让日子生活变得更好。今天这么好的机会，当着大家的面儿，我和您商量一下，你觉着2021年结婚合适吗？我觉得合适。日子定在2021年521，可以吗？啊，特别好。你愿意嫁给我吗？愿意。哎，最后我想大声的说一句，我爱你，我也爱你。哎，抱。请亮灯，请亮灯啊！其实跨过了这些爱的障碍之后，相信未来还有很多难。希望你们像今天一样坦诚。最后就想祝你们幸福吧。520结婚是吧？521，2021，521。别忘了给我们送喜糖啊！好，谢谢你们，来，请回，祝你们幸福。谢谢老师，谢谢，请回。哎，这还是温暖的嘛。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总是规划好一切，所有事情必须按照他的规划来。我总是被安排的，让我没有恋爱的感觉。他总是感情用事，追求仪式感，每次还要耍小脾气，让我觉得很累。我希望他能多关心我，平时多哄哄我。我也想要浪漫的恋爱。我希望他能多理解我，相信我未来能给他幸福。有请这对情侣，有请。武先生22岁，来自山东学生，有请。李女士24岁，来自四川，老师，有请。
欢迎两位啊，老师、学生，你是他学生？不是，我们两个是一个学校的，他比我大2届，然后他比我先毕业，我现在还在上学。这是师姐是吧？对对对。好，今天您来是什么事儿啊？就我觉得吧，我们俩谈恋爱就没有那种年轻人谈恋爱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跟他一起没有那种爱情的泡泡，然后我就是觉得他有时候就特别喜欢安排，喜欢计划，跟他谈恋爱就是像被安排一样。爱情的泡泡，陆琪老师，你知道爱情的泡泡是什么意思吗？就会破吧。今天谁要来的？我要来的。就我觉得他就完全不够考虑我的感受。就比如说我们第一次出去玩吧，第一次去旅游的时候，当时呢是去了那个西安。当时他就做了一个特别完整的计划，就是说做好这个攻略，然后一起去。就是呢，我觉得是出去玩就是开心为主嘛，度假一样，临时又会有很多变化的呀。比如说我们第一天到的时候，当天就下雨了，但是我还是按照他的计划去玩了一天。但到酒店之后我就特别累，然后看了那个天气预报，然后又说明天还会下雨，我就想着那明天又下雨，就要不换个地方去玩。我当时就想了一下，哎，那个美术馆就有一个美术馆拍照也挺好看的，要不我们就去那个美术馆吧。但是他完全不同意，就完全不听我说的。他就说他喜欢按照他的计划来，我就是跟他恳求了很多遍，他也不愿意陪我去。第二天早上一起来，8点钟他直接走了，因为他安排的计划就是他8点钟要去爬华山。我想着那么大雨爬华山咋爬呀？但是他早上起来就是很坚决，直接就自己就走了。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我提前已经做好了一个很明确的计划了的话，我就会去按照我这个计划去做呀。当然，我希望你陪我一起去，和我一起玩，因为我觉得我做的计划还挺周全的。但是我觉得你就是想去那些网上比较流行的，大家都喜欢去的那种地方，什么网红打卡地啊那种地方。我也不是说去那种什么流行不流行的，重点是我们天气有变化呀。那么大雨，就是我就想一下，就是你做计划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暴雨天，计划要不要修改？这个当时没有想到。哎，以后做计划的时候详尽点儿，暴雨天怎么办？中雨天怎么办？小雨天怎么办？对吧？对，两个人出去玩就开开心心的玩吧。假如你真爬华山去了，对，真给他丢在那儿了啊？对，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把计划都提前做好了，我就说是希望他陪我一起去。懂了啊？这只能说明这小子一根筋吗？啊，就他不只是这样，他就走了嘛。到下午的时候，雨快停的时候，我就想去了那个美术馆，因为它是室内的，就不用淋雨啊，又暖和。但我当时我去到那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特别的孤单，因为我当时就看着大家都有什么男朋友拍照啊什么的。这个时候我再想想我的男朋友，就不知道在干嘛。然后我当时就挺难过的，但就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发完朋友圈，我就打了车，我就想着回酒店了。我一开始路上的我还想，可能就他自己去玩也挺不开心的。结果我一打开门，看着他坐在那儿，好开心啊，就玩得挺开心的。我觉得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的计划去实行了，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这一天很充实，也没有白过，就是完全是按照我想做的那种方式。那你有考虑过我吗？就是你就是按照你的计划，你考虑过我吗？他是不光是说旅游要安排计划，他是吃饭他也要安排啊。我就想着大多数人应该都是，哎，我这个时候想吃什么了我就去吃什么。他就是安排好了，我必须去那家店，我就什么时间我要到那家店，我就要去吃那个。当时我晚上我就想着，哎，太远了，他说的那家店，我就说那我附近看一下，我就刷一下那些短视频上面的推荐。就跟我说，哎，这附近有一家店，就那个鸡肉什么特别好吃，就排队。我当时看着我就觉得，哎，那确实嘛，又近，我们就去试一下吧。他就不愿意，我就真的是连哄带骗的跟我一起去了。好不容易去到那儿，全程黑着脸，没个好脸色。但是我觉得咱们已经说好了提前要去哪儿吃了，而且你说的那个鸡，不也是从网上看的吗？我就觉得从网上看那些东西很没有必要呀。而且我们去了那个地方之后，那个鸡我觉得也很一般呀。很一般，他都没有吃，他说很一般。当时我就尝了一口，我觉得还挺好吃的，我就想着喂他一下吧。我想着他都陪我来了，哎，哄一下他。我把那个鸡肉都喂到他嘴边了，他直接给我推开了，就那么多人，我是女生，我也需要面子的吧。他直接推开了之后，他还很生气的自己就走了。行，听懂了。
女生抱怨男生刻板，不愿意因事而变，影响了两个人的心情。还有啥？就除了这些以外吧，我们俩消费观也有很大的不同。啥意思？比如说，女孩子都喜欢拍照呀、买衣服啊，我就喜欢在网上买一些衣服呀。我们也有一个小群，就是很多小伙伴一起就分享说，今天穿什么好看呀，怎么穿搭呀，这种类型的就会发在群里。然后他们一推荐呢，我看着我又想买回来，问他好不好看，他就不给我好脸色，他就完全就说这不好看呀，就是那种他就不同意我买这些衣服呀。那你说你买那些衣服也没见你穿几次呀，不就是为了买完衣服之后拍1、2张照片，然后发到群里，别人夸你2句你就感觉很高兴吗？是呀，那你又不夸我，别人夸我肯定高兴啊。我在这里我找不到你的夸赞呀。我觉得我买的那些衣服也不贵吧，就几10块钱，买来就穿一下，确实啊，就穿个样式呀，我拍个照觉得好看呀。还有我买那个镜子吧，我就想着，女生就喜欢看自己那个显瘦一点嘛，就是她就会有那个显瘦的镜子啊，我就买了一个显瘦的。还专门有显瘦的镜子啊？对。陆群，有进俩。不，我已经买了。你怎么不给我买一个呢？真是，哎呀，你这个不合适啊！还有显瘦的镜子。对啊，然后那个镜子就显瘦。现实生活里居然现在都玩魔镜了。对，都放门口，你知道吗？那个镜子，就穿好衣服之后门口照一照，今天特别有自信而走了。我得买啊！行，姑娘，这个好东西啊。然后呢？然后我就买了那个瘦身镜嘛，买那些衣服，偶尔就拍下照啊，就发在群里面，他们就夸我是说好看呀什么，我就还挺开心的嘛。但是他就完全不同意，他就说你买那破镜子干嘛？这什么样的不一样？你非要买那个瘦身的，还多花钱，他就这样说。你太不理解我们这些人了，对吧？但我就觉得，你说镜子，咱买最真实的镜子就可以了。咱们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嘛。我觉得你没必要去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呀。你本来我觉得你已经就很漂亮了呀。没有必要去说你多花几块钱去买一个那种镜子，然后就为了拍出来多么好看。可是你就不考虑一下我吗？主要是这个东西我喜欢，你就不可以去试着接受一下吗？对，他也就是说，他也没有把镜子砸了，对不对，姑娘？砸了吗？没有。啊，就是你也不敢，对不对？哎，就建议一下。还有别的事儿吗？还有就比如说看电影吧，就是我又希望去电影院看那些浪漫的那些电影啊，就是我觉得是爱情片啊，或者就是不管看什么电影吧，就是我希望我可以跟他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啊，小群里都是那样子，就是拿着爆米花呀，2个人手牵手呀去看电影这种，他完全不会，他说在家里看不一样吗？家里还私人影院呢。不，那你说咱们一起去看电影，你老喜欢看那种很狗血那种爱情的肥皂剧，那有什么意思吗？我觉得人家就喜欢爱情的泡泡，没有肥皂哪来泡泡啊？对，我就觉得这种片子很没有看的意义。我觉得要去电影院，我们就可以去看那种大片呀，或者说那种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知识呀，可以教我们怎么做事呀这种影片。对啊，我感觉我跟他谈恋爱就不是在谈恋爱，他在给我讲知识，而且他不光是说不陪我看电影啊，我自己看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嘛，就看到有些情节我就哭了，然后他不陪我哭，他在旁边就。那你说你看的那些电影，那不就是为了让你哭他才去那么演吗？而且演技一点也不好呀，我就感觉看了我都很尴尬呀。你还在那哭，我就觉得好可笑是吧？对呀。然后他就不陪我哭，他还说我，他说你咋这么矫情啊你？我就觉得他不能理解我的心啊。啊，就不哭可以，但是不能说你矫情，对吧？对啊，对啊。哎，我这么想来，像一般什么纪念日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时候，就是女生最期待男生表达的时候，你男朋友应该都不会吧？他不会，完全不会。我们就是过1周年的时候嘛，我就想着那些巧情侣什么的，他肯定会过什么纪念日啊什么。就提前的时候，我就还有点暗示的那种，说，哎，今天是几号啊？就这种暗示他。可是他完全没有反应啊。然后后面我就想着算了吧，就直接说了吧。我就说那我们还是过个1周年。他就完全无动于衷啊，他就说啊，1周年是什么？我觉得哎呀，在一起每天都一样啊，就没有什么，他就不过。我后面我还是说了之后，他同意了，我就自己安排了嘛，选了个地方，就是挺浪漫的那种地方，然后我就自己先去了，还就是穿的挺好看的，化妆挺精致的，就坐在那儿。结果他的好就迟到了嘛，过了1、2个小时才到，穿个大棉服，就完全不尊重我啊！就我俩约会，他就没有打我自己啊。那我那天不还是，啊，我本来学校里就有很重要的事儿，
然后我怕你生气了之后，我还要从学校到你身边，我要花几个小时的车程，啊，然后我到了你还给我摆一张黑脸，我就觉得这种纪念日真的有必要过吗？我觉得如果咱们两个真的是那个对的人，我觉得每一天都是纪念日呀。可是你来的时候，我都给你准备礼物了，我还准备了那么多，他就两手空空就来了，就礼物也没有给我准备。我现在主要还是一个学生，我也没有这个独立的这个经济能力，所以说我不会去花父母给的钱去给你准备一个很贵重或者说一个很重要的礼物呀。可是我没有要求你给我一个很贵重的礼物呀，我觉得礼物就是一点心意，但是你一定要有这个表示呀，你就不愿意买一点小礼物哄我开心吗？哎，你没有钱，你可以自己动手做嘛，还是心意不到。这个跟这个男孩谈恋爱，是不是觉得特无趣啊？啊，对木木讷讷的哈。我觉得真的完全我是在跟一个机器谈恋爱，他就有时候太理性了，理性的可怕。你比如说呢？就比如说，前段时间的时候吧，哎，突然有一天，哎，我前男友给我打电话了，啊，哎，当时他在，我想着他肯定还吃醋的，我想里面还想逗一下他，我就故意把免提打开了。那边那个前男友就说，最近我工作不太顺利，可以跟你聊会儿天吗？我当时就说，哦，我不方便聊天什么的，就我想他还会生气什么的，结果他无动于衷的还在那打游戏，我就问他，我说，哎。刚才我前男友给我打电话，你为啥就不问我？你都不生气吗？我觉得你前男友给你打电话，而且你前男友跟你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而且你把这个电话免提都放出来了，我觉得你们肯定也没有什么事儿了。而且其实我现在更在意的就是说，我们两个现在和未来会怎么发展，而不是在意你历史啊、你的前男友这些已经不重要了。真挺棒。这些不重要，那好，那我们就是平常你在学校，我在家的时候，我跟你打电话吧，就每天晚上就视频电话的时候，我就说爱你哦，晚安。就是我觉得一般谈恋爱的情侣都会这样讲的吧，但是我就说完了之后，他就不说，我就一直问他，我就说你就说一句爱我怎么啦，晚安爱我怎么啦，他就坚决不说。但我觉得其实谈恋爱这个事儿是两个人之间比较隐私的事情，而且我当时还在寝室。我就觉得我说这些话被室友听到了，我可能会觉得有点尴尬。我就是为什么尴尬呀？我俩谈恋爱又不是偷偷摸摸的，我们光明正大的谈恋爱，他为什么会说你啊？其实我觉得这些事情用行动来做，会比光用嘴说就更具有这个代表性啊。比如说我每周都去找你一次吧，你觉得这还不叫足够爱你吗？我有时候想要的只是你说那一句话而已，就想要那个感觉。哎呀，我现在理解什么叫你要的那个爱情的泡泡了。虽然很虚幻，但是它美丽，它能让少女那个心情飞扬起来。它什么都给不了。还有别的吗？就还有一次吧，我跟她讲我闺蜜的事情，就是我闺蜜嘛，当时她跟她男朋友谈了3年了，就是谈得特别好，感情也很好。就快要结婚的时候呢，就那个男方就是说买婚房，就到底写谁的名字的时候，当时她男方就说啊，他肯定不会写女孩子，就我闺蜜的名字的。当时就因为这个事情两家人闹得不愉快，然后就没结婚了。我就当时就想的是看他一个态度，问一下他，哎，这个事情怎么看？当时我就问他，他就怎么跟我说的？他直接跟我说，啊，要是我呀，我肯定也不写你的名字呀。那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样子。如果说咱们两个婚前是由我父母或者说我家人他们全款去买了一套房，那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写你的名字，反正我们两个是在一起的。而且说，如果是我们婚后我们两个一起努力，一起买了一套房的话，那我觉得就完全可以去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呀。可是我在跟你谈恋爱，我没有在跟你谈物质的东西啊。而且我说了，我只是想要你那个态度。你想一下，我们平常出去吧，每次吃饭的时候也是我给的钱。你要说跟我算钱的话，你在学校的时候没有生活费吧？我还给你打钱，给你打生活费。我怎么从来没有分说你的我的呀？到你这儿你就计划安排了，就是说什么东西是你的，什么东西是我的。那以后你说要是咱们结婚的话，你是不是说，哎，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几点呀，几点生孩子呀？你什么时候你都要把它安排好，计划好呀？那我觉得这些事儿对我人生意义比较重大的事儿，包括说我以后在成都工作呀，还有说我们以后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这些事确实是会被我提前规划好的。你规划好了，那你有没有考虑我呢？你是按照你的方式去规划的，你想过我吗？我问几个问题行吗？
当初是学姐追的学弟啊，还是学弟追的学姐呀？他追的我。我追的他。追的时候也这么不懂风情吗？没有，他一开始追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小伙子还挺懂浪漫的，就还挺细心的，什么都会准备啊什么的。就越到后来，就越来越，就比如说，就从西安那一次开始去旅游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就越来越不这样子了。分手得了吧？但是我有时候我又觉得吧，他每一步计划里面又有我，他的未来里面也有规划我，这个时候就让我很矛盾。我就觉得他也是他的未来在哪一步规划了你？我没听见啊。包括说我以后留在成都，然后在成都工作，然后包括我什么时候跟他去领证见我们双方的父母。啥时候去领证啊？等我找到比较稳定的工作之后吧。稳定工作的标准是什么呀？有稳定的收入，还有收入也比较可观。然后可观的收入标准是什么呀？1、2万啊。这叫啥计划吗？就是想了一下吗？好了，我要问的问题就问这么多啊，我们听听老师们的见解，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其实还是愿意相信两人所说的，我对对方还是喜欢的、有感觉的。但是两个人的问题呢，我从3点开始说起。第一点是差异观，两个人一个是偏理性，一个是偏感性。理性呢是规划，一步一个脚印儿的往前去递进，这个可能大多跟家庭教育方式，比如说父母教育比较严苛，然后呢要听话，用这样的方式的教育出来的孩子会容易这样。当然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培养出了一个压抑情感的一个男人。比如刚才提到说你爱我这件事情，在宿舍里面，其实对女朋友来讲的话，说出来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这甚至在别人眼里看来也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我爱我的女朋友，但是这个男生呢就会觉得不好意思。理性的人实际上他并不是没有感性的那个部分，他只是把它给压抑下来了。那么女孩她就偏感性一点，重感觉一些。在家庭教育里面，如果再加上放养，比较放松，就会容易凭着感觉走，感情放在第一位。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其实差异并不代表着你们不适合在一起。你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说第2点，相同观。相同在于你们都太自我了，活在自己的逻辑里面。我理性就是理性，按照我的逻辑里走，不能有变化。这边我就要按照我的感觉走，我的感觉也是一个计划。所以当两个人都自我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么个问题，你就容易成为计划的奴隶。是做完计划了，做完目标了，但是呢，有的时候会做得很累，为了实现那个。而你呢，就会出现无组织无纪律，很多事情你想得很好，但你发现事与愿违，是不是？也就没有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好，完成了，没有达到那个状态。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就是你们俩过于自我了，不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这是第2点。第3点，要整体观，情侣就是一个整体，那看问题就不能完全以你的角度看问题，要进行互补。当你很累的时候，他给你带来轻松啊；当你无组织无纪律的时候，发现很多事干不成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你们还年轻，你们尝试升级一下，不是委曲求全的去那么做，而是说发现看世界除了你原来的那个角度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角度也很好玩。这样的话，你们才会越走越近，真正成为一个整体。谢谢。我来教你们2个词啊，第一个就是仪式感。人为什么需要仪式感？你想，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什么？动物更多的是肉体，而人呢，更重要的是精神。但是精神的东西呢，往往没有办法很清晰的表达，所以它需要通过仪式感来去进行表达，对吗？就连世界冠军，我们也不能像你这样说，我知道我爱你就行了吗？啊，你得了第1，走吧。他还是要站个台子，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挂个金牌，对不对？还要奏个国歌，对不对？表达出来他对国家的贡献。所以你说你内心对他有爱，你怎么表现出来？这个很重要，这就是仪式感。我们生活中，人类到处都是仪式感。为什么要有劳动节？为什么要有教师节？照你的说法，咱都取消了呗，是不是？都在心里边，够吗？有的时候在你心里，你会不会忘？
对不起，你忘得比别人还快，好不好？你半年就忘了，忘了去表达你的爱，忘了去表现你的爱。就像你说，你觉得你还爱他，但是你已经没有表现了，这特别可怕，对你来说也有很大的问题。我们说生活的2个最大的误区，第一就是看别人怎么活，第二就是活给别人看。你能不能活着为自己？偶尔的炫耀一点，追着网红一点，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过度了以后，你就不是为了自己了，对吗？你自己的开心是你和他的生活，对不对？有的时候他为了几个小时，为了你跑过来，是不是在这天你能跑几个小时，为了他跑过去呢？所以你们2个要想的是怎么样共建你们的生活。当然还有一个是我想跟男孩说的同理心这个事儿。同理心什么意思？就我不从我的眼光出发，而是从他的眼光出发，对不对？如果他看了这个剧，他哭了，我们要用同理心感同身受。就算你不能陪他一起哭，递一个手绢，递一个餐巾纸都可以，而不是嗤之以鼻。所以呢，我们用这种仪式感，用这种同理心，我们把2个人的感情去经营。所以我希望你们2个懂得为彼此付出。好，谢谢厉总。我真的觉得你们不合适，因为在男生眼中，女生所有的爱情泡泡都是不对的。你要的浪漫毫无意义，你要的仪式对我来说丝毫不重要，你要的这些所谓的2个人的你侬我侬，那都是浪费时间。所以我觉得，如果只能看到对方的那些特点在心中成为自己那根刺，觉得处处都不妥，这种爱情就长久不了。女生也一样，当你看到这个男生说因为完成了他自己的计划而分外开心，他自己去爬山了，自己很充实，你看到的只是哇塞，他太讨厌了，他不陪着我，居然还这么开心，你也欣赏不到他的优点，你也看不到他身上的光芒。所以当你们2个相处的过程中，只能感受到的是对方和我的不一样，我做不到对方要求的那些，这段感情其实就真的出了问题。你们2个现在就是都针尖对麦芒对上了。你不喜欢我的理智，对不起，我也不喜欢你的浪漫。尤其女生，我提醒你啊，你的这种情感中的需求是对外需求的，你希望有人配合你来浪漫，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完整的，我自己一个人就能很愉快。所以你们越相处，你越痛苦，你越想抓他，他越跑，你就会越来越难受，而男生也会变得越来越冷漠。所以我都看得到你们未来如果还在一起的痛苦。我劝你们不如早点分手，但今天估计也分不了手。讲给你们听，你们去思考吧。谢谢。我的意见刚好相反，我觉得你们特合适。为什么我说你们2人反而是合适呢？因为你们没有涉及到一个本质的价值观的冲突。对于你们2个人来说，我觉得家庭和婚姻融洽2个字，如果不能融，能够洽也是可以的。洽是什么？安守本分，和睦相处。那这件事情就很简单，你们各自管好自己分内的事情。比如说你管好你的仪式感这一部分，你要什么仪式感，你去安排，你催促他，你推动他，让你们2个人共同感受到仪式感带来的美。你把它做好了，你们这段关系就没有问题。至于你推动关系的前进，你推动家庭的前进，你推动物质生产的前进，因为你足够理性。你把这个事情做好了，然后相互配合对方管的那些事儿，我觉得你们完全可以非常好的，而且很长久的生活在一起。所以看清楚自己对爱情的需求，对婚姻的需求，对生活的需求，管好自己能做的事情，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我挺喜欢这臭小子，但是呢，我确实觉得他们俩不合适啊。在这个观点上面，特别支持品红老师的这个观点。22岁的男生啊，有些错误你怎么，我就觉得好像挺冷漠的。那个我特支持他，关于房本的问题，那真是一个理性的表达，这个我觉得挺棒的。但是我不因为他的这个棒，我前面那些事情我就都把它解读为是这个男生理性的一种表达，那我就会觉得有些事情他太过自私。既然你那么要求独立性，我爸妈的钱不能拿来给你买礼物，为什么你还接受女生给你的钱？这个我怎么解读呢？所以真实的感受只有恋爱当中的你知道，你们自己去判断去选择。
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我一直在想，包括刚才听老师讲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就像我们两个其实就可以互补。我现在还特别不想失去你，我还是很想跟你继续走下去的。有时候我也能感觉到你对我也挺好的，但是我就希望你能够多一点表达出你爱我。谢谢两位啊，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看结局吧，请看。男生就一句话，真诚面对吧。下面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请亮灯，谢谢两位，以后多疼疼你女朋友吧，谢谢啊，请回。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有过2段婚姻，我现在就想找一个后半生能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和他接触的时间久了，发现他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老实。我条件比他好一些，家庭没有任何负担，我的心思都用在我们俩的感情上，但他总因为生活中其他的事情分心。我俩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短了，从来都是我付出的多，他什么都没为我操心过。而且最让我心寒的是，我对他提出的要求他都做不到。我是真心对他和孩子的，我没想过图他什么，我就希望他多用心跟我磨合磨合，以后一起好好的过日子。有请这对嘉宾，有请。李先生41岁，来自河北，职员；马女士46岁，来自河北，自由职业。欢迎两位哈。马女士的这个情感经历是比较坎坷的，是吧？是。第一段婚姻是说先生去世，对吗？是。那时候有孩子吗？啊，有2个儿子。先生去世之后，您是带着孩子又嫁了一个先生？啊，是的。先生的身体不是特别好，是吧？啊，是。然后又离婚了。嗯，是的。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他得病了，之后呢，我家老人呢都好像是，我要霸占他家财产似的，有意给我赶出来了。哦，再婚的信任没有了。那第2任先生得的是什么病啊？啊，是癌症。哦，李先生是离异1次，是吧？对。啊，什么原因方便说吗？当时感情基础也不太稳固，接触的时间特别短啊，最后也分手。您离婚多久了？离婚15、16年吧。有孩子吗？没有。哦，您的2个儿子成年了吗？啊，小的15岁，大的20多岁，已经处对象了，还没有成家。哦，但是自己工作了是吧？对，自己已经参加工作了。2位是怎么认识的呀？我们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因为他也离婚，我也离婚，都现在是，2个人接触的，差不多了，都走向结婚。啊。一开始他挺老实的，结果呢，我处着处着都不是那么回事了。这个什么意思呀？我们处了1年了，处到半年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咱俩处这么久了，咱们就结婚吧。嗯。我说结婚咱们在哪儿结呢？是吧？他说老家有1套平房，我说老家离这有100多里。结果我都跟他商量啊，我说要不咱们把老家的房子卖掉，卖掉之后呢，在我小区附近的地方咱们买1套2手房。他怎么说他都不同意啊。那房子是父母留给我的遗产，父母虽然不在了，但是我卖了，我回家没有奔头了。哦，那是祖屋是吧？对。你是这么回事吗？你都是想白得个媳妇儿，白得2个孩子，你就想在我的房子里面住。
你说我的房子，我本身我有2个儿子，我小儿子现在上高1，我大儿子呢现在也处对象当中，这1年半载的也都结婚。我那个房子平米呢本身就不大，你说我俩再住进去，根本都没地方搁。我让你买一套房有错吗？这个事儿别争了吧，你们实在没钱那就租一套房子，2个人结婚不也一样吗？租一套房子我坚决不同意，他现在租着房子呢。为啥不同意啊？因为我2次都是失败的婚姻，我再和他结婚，我都已经是第3次婚姻了。我这段婚姻呢，我可有可无的，所以说，我俩稳定了，有套房子，我感觉着不是你这段婚姻就牢固了。哦，那您主要还是为了要套房子。另外我也不同意，你说我没有任何的父母啥都不带了，我都是我自己。你也别再说这话了，说这话就更难听了。你们俩还真是挺配的啊。行吧，这除了房子问题咱放在这儿，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他说我跟我前夫不正常，就是他说我跟我前夫有事儿还总联系，这能正常吗？那你说我前夫他本身他得有毛病，我也就是问问他。你说我俩也不见面，你生气的是啥呢？你说你离婚之后，你俩总聊天，我这位置在哪儿？处在当中啊？我前夫跟我孩子处的关系好，我带儿子买东西去看我前夫的时候呢，我前夫还说呀，说是等我身体养好了呢，你说你妈带你们也不易，你们那买房结婚都得用钱，是不是？人家还想着挣钱帮我们一把呢。这都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哎，不说什么呢？谁是上梁，谁是下梁？你说咱俩处对象，你总让你孩子让上那个前夫呢，让他去引导，你不让我这引导，离婚了管他叫爹叫特别亲，到我这叫叔叔都叫不好叫。您第1次是因为丧偶对吗？对。您嫁到再婚的丈夫家里的时候，孩子们多大呀？我小的7岁，大的13、14岁。那么跟这位生病的前夫，你们在一起生活了多少年？生活了9年。跟你那位前夫之间有孩子吗？我跟我前夫之间没有孩子。你前夫娶您的时候家里有孩子吗？他之前有1个儿子。哦，行。那你们离婚多久了？我们离婚2年了。听明白了，你是比较介意他跟他前夫之间有关系的，是吧？对。但是他做的事儿呢更那啥，他跳广场舞认识一个大姐，本身他都腰间盘不好，你说他还招人伺候着呢，结果呢，他拿这个大姐呢非得跟我这个前夫撮合，你说他这事儿做的，我这不是好心吗？他俩能够相互在一起，不这也不挺好的事儿吗？你咋好心呢？你都是让我和我前夫撕破脸。不是，您跟您前夫不也撕破脸了吗？没撕破脸，干嘛离婚？我俩没有撕破脸。那你们为什么离婚呢？因为我公公婆婆吧，他不有意给我赶出来了吗？我俩这样式的离的婚嘛。其实我前夫啊是个大男子主义，他琢磨他有病了，身体也不行了，他也是为我考虑，所以说我俩这是和平分手。那你也不应该离开他们呀。我指的是在心理上，如果你们俩是和平分手的，你要真爱他的话，你怎么舍得会离开他呢？只怕我儿子偶尔的去看他。那你们现在这套房子是哪儿的房子呀？是我第1任前夫给孩子们留的。哦，明白了。等于您现在还要给人家前夫介绍对象是吧？对，省得他们总相往来。我前夫吧，现在还正治疗当中，正在筹款呢。我就跟他说呀，我说要不你也捐个500、1000的。你说我亲戚朋友还都捐呢，虽然我俩分开了是吧？结果呢，他就捐10块钱。你说你要是多捐点儿，我是不是跟我前夫也说，哎呀，我说你不用惦记我了，我找个对象对我也挺好的，这不是吧？也挺帮助你的。你说他做的这个事儿，我咋和他沟通啊？您前夫现在还惦记您呢？都怕我过不好，也是。那还离什么婚？要不然跟前夫把婚复了得了。他家人怕我争他家财产呗。会争财产吗？没有啥财产。不是，您会争财产吗？我不会争。那说清楚不就不离了吗？不离我公公婆婆的脸色我也看不了啊。您现在跟他2个孩子关系怎么样？这关系并不好。我都让他跟我的2个孩子多沟通沟通。你看老大了，他差点是，因为我这个老二他不小吗？是吧？15、16岁，他也是青春叛逆期呀。对，正难沟通的时候。我都说，哎呀，你既然咱俩想结合在一起，你都多跟孩子沟通沟通。结果他给我弄得一团糟啊！你说现在孩子，他是一个青春叛逆期，他呢
有啥事儿跟妈妈不好沟通，是吧？或者搞对象啦，或者玩游戏啦，他这些话都不愿意跟妈妈说，我就让他管这些。结果呢，他有一次看孩子呢正在玩游戏呢，他把孩子的手机气手里夺过来了，我孩子一气之下都离家出走了。我们家里一大帮人呢都找到后半夜2点钟才把孩子找回来了。这回叛逆期呢劲儿更大了，每回叛逆的时候啊就跟我顶嘴，现在不但不跟我顶嘴了，看着我都不理我。他上我家去的时候呢，甚至我们这个孩子都想把他轰出来。现在都这样了，你说我们怎么接触啊？所以呢，基本上其实您跟这个男人就应该分手了，是对吧？一开始吧，我看着也挺老实，他父母有病的时候，他还照料我，琢磨这样人错不了。但是处着不是那么回事了呀。我俩就有3个月吧，就开始带我家来吃饭，他不瘦嘛，是吧？我就顿顿给他有肉，都是换着样的给他做。结果他吃呢，我们家是碗吃。他吃饭的是盆吃，这么大的小盆吃，有时候啊，2盆他都吃不饱。我都跟他说呀，我说，哎呀，你干吃也不胖，我说要不你都上医院瞅瞅去，是吧？你说他接过来他咋说呀？他说我是在诅咒他呢。你说这样我能跟他继续下去吗？我这么多年了，身体总这样，我不可能说有啥问题，身体他总让我去查，这不没事找事吗？你去人家吃饭买菜吗？买呀，偶尔轻易不买。抠门吗？抠，特抠门。我偶尔的逛超市，他有时候像那个经常用的洗衣液啦、洗头水啦，特价了，我都买几瓶放在家。你说我跟他处对象当中，他上我家去哈，他那没有了，他拿下来东西他都拿他那儿去。您还从人家里抄东西走啊？这东西这个在一起交往了以后，这个啥都是你的我的，完这不是以后挣钱也不都家里的吗？这还没以后呢。你说咱俩处对象当中，你应该买点东西往我这个家里添补才是啊。去你家的时候我也不照样买东西去吗？你还总在乎这一点小东西？哎，我问问啊，您就不想有个自己的孩子呀？也想过。那你应该找一个像大姐这样的，生起来可能稍微麻烦点了吧？45了吧？对，把身体调理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再要一个谁呀？我们双方。您还想生啊？我不想生了，我大儿子都该娶媳妇了，我不想生了。对呀，这合适吗？你们俩？当时一处的时候，感觉当时也合适。现在你觉得合适吗？不是你们俩来我们这儿干嘛来了？我没听明白呀。我说分手，他死皮赖脸的不分。您是要分手，他是不分手啊？对啊。其实今天应该把您前夫请来，在我们这儿调节调节，说不定我们就帮你们调节成了，你们还就复婚了，倒是一桩美事。我俩复不了了，我俩复不了了。复得了？怎么复不了呀？要是您说的都是真话的话，肯定能复。如果您打了什么马虎眼儿，那有可能复不了，对吧？你为什么不分手啊？本身我俩岁数也都大了，往后相依相伴嘛。不是您才41吗？不是？对呀。着什么急呀？哎呀，毕竟人家不都要跟你分手了吗？有个小毛病啥的，可以慢慢的去更改。哪是小毛病啊？你的毛病太多了。哎呦，他有些什么毛病啊？对，你说起我俩认识，他都跳那个广场舞去。你说本身他开铲车，工资还算稳定吧？你说结果起跳广场舞认识一个大姐，他这个铲车他都不开了，他跟大姐学什么去了？学卖化妆品去了。你说推化妆品那个玩意儿，你说是不是得是一个女的能说会道的、好打扮的人才可以推出这些货呀？他都把工作辞了，他都干这个行去了。哎呀，那不对，工作你说现在那个裁员裁下来，我不能只老在家待着，我得找一个工作去这个挣钱呢。完了之后好维持生计。您不是这个公您是司它也不稳定啊。对，公司用不了这么多人，完了之后裁掉。这个再那你是个大男人，你得赚钱养家。你这个铲车开不下去，你可以开别的车呀。你或者是咱们学个技术，咱们大男人挣钱是不是得养家呀？哎，大姐，他养不养家跟您没关系，您不都要跟他分手了吗？你管他养不养家呢？看来还不想分呢哈，没那么坚决是吧？我心眼儿比较软，我现在他要是把这个毛病啊，要是从头到尾的要是改一改，我还想接受他。改哪些毛病啊？第一，买一套房，是吧？
对，啊。第二呢，找一稳定的工作，是吧？对，第二个找个稳定的工作。第三，允许你跟你前夫往来，是吧？是。还有要求吗？还有他生活上他也不关心我呀。好，这可麻烦了，从精神到钱这都不关心，您还是分了的。事儿，嗯。啊，行吧，基本听明白了，老师们你们看看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不买房就不能跟他结婚，对吧？对。你这不是争夺财产吗？那必须得有一套房啊！那人没有一套房哪能结婚？所以我就说这意思呀。那现在，如果女方愿意跟你结婚，你立马就可以结婚吗？现在也可以。犹豫了这么久，看来心里还是有要求的，对不对？因为他给你提了4个结婚的要求，可不少啊，每一个都挺难的，而且好像每一个都是你不愿意的。对。那你给他提什么要求，你才能更爽快？不是刚才半天同意结婚呢？来，你来提一下。多照顾点家庭，温柔点，温柔一点。对。还有什么要求？还有就是，你怎么我记忆不肯直说呢？说的都是虚的。我听下来应该是他那套房不要给孩子给你，对吗？对。就是啊，那你说呀，你为什么不说呀？都是在讲这些，对吧？七零八落的东西。那好，那他提的那4点你能做吗？如果他做到了，你能做吗？不能，不能做。对。那如果不能做，你们俩就要分手，你的态度是什么呢？因为很显然，你想要那个房子，他其实也是不能做的，而你卖老家的房子也是不能做的，那就分手了。他都已经提了。我认为还可以再去，还可以磨着先往上蹭一段时间，是吧？还可以再去吃点红烧肉，拿点洗发水啊。而且你其实想想啊，他找你是看中了你的姿色呢，还是看中你在生活经济上能照顾他？我生活经常照顾他。对呀，所以你也清楚，对不对？对。那我觉得，如果你们俩还想走下去的话，第一，你应该不要再在乎他蹭你点米啊、油啊、面呀、肉啊、洗发水啊，对不对？只要把房子买了就好。他不能买吗？不能买就分手了。哎，那你看，其实很清楚了，你这结婚不是结人的，你是结房子的，对吧？你这句话打结，当时听完就觉得愣了。那这个时候呢，对方偏偏也不但不是要给你这个房子，或者共同挣一个房子，他也惦记着你那个儿子的房子呢，也是打结，打结。来，严老师。我问一下，这个大姐上一段婚姻是你们住在你前夫家里吗？一样懵懂，还愿意为了生活奔呐、生孩子呀，我们一起打拼啊，你才能燃烧一点点热量，你才能学会承担一点点责任。你找一个妈一样类型的老婆，你就永远是个儿子。所以我也希望先生理清自己的思路，去找一个能让自己成长的人，能够共同扛起生活风雨的人，好好走以后的日子，成个家，生个孩子，这是你最好的选择。所以赶紧彼此放手啊，各找适合自己的。大姐说了，反正我第3段没有也可以。再进入一段关系，记得是爱为先，现实为后。这不叫真家财。如果你跟他确实结了婚，然后就把他伺候到了，那家财就应该有你一份。这不叫真，可能是那边二老他不想让你继承，应该这么说，更合适一点。所以当然那个也能理解。所以你现在继续饱含这个挣扎的这个价值观，所以我想跟您说一句，挣扎到这份上够，拼命拼到这份上够，你不需要再去为他们争取什么，你该放自己一条生路，不用再给孩子留更多了，你得为自己的感情想一想，你已经不需要有人跟你搭伙过日子了，你需要的是这个人我是真喜欢。有房没房无所谓，你不图我的，我也不图你的，都可以。走入人生下半场啊，该为自己的内心的那点温暖、那点火种添点柴了。说白了，对自己好一点。所以我的意见，你的目标对象也不应该是这一位，应该是一位
内心更加洋溢着浓浓的爱，挥洒不去的。你和这样的一位在一起组织一个家庭，可能对你来说更合适一点。所以总结到最后，谁都不容易，谁都不简单。希望你们能够过得容易一点，简单一点，就这样。我看着他特别想笑，真的不像41岁。对，啊，你得快点长大呀，不能老在那个环境里面打转转。行了，大姐，够厉害了，大儿子马上能挣钱了，该找找自己的幸福吧，至少找一个知道疼您的人吧，好吗？一起进入真情60秒。以前我有很多错的地方，希望慢慢给我机会去改正。哎，我这个人吧，心比较软，我再考虑考虑吧。请亮灯。这也挺有意思的。行，谢谢两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这对嘉宾作何选择？请开门。哦，挺好。哎，这，直接说不合适啊，我们就完了，就每个人都给对方留一希望，说，哎呀，我会，好吧，这段话希望他们是跟他们的下一任说的吧，希望那个小伙子是说我有很多的缺点，让我慢慢来改，算是给自己的一个鼓舞吧。大姐说的我很心软，让我再想想吧，这话其实也是意味深长啊，我是不是想多了呀？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我和女朋友谈了3年了，现在呢正准备结婚，我打算把老房子翻新用作婚房，以后呢2个人再慢慢奋斗，但他觉得我不重视他，不给他准备新房。以前我姐姐家里买新房时，我帮着凑了10万块钱，她就一直让我去把钱要回来，再凑点钱付个首付买个新房。我不同意找姐姐要，她就要挟要跟我分手。我想让她跟着我先苦后甜，我怎么能让她先跟我把婚结了？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如果在婚前有矛盾没有解决，想着先结了婚再说的话，那这个矛盾一定会成为你们婚姻当中的一个定时炸弹。如果结婚前这件事情没办法统一的话，这个婚一定要慎重。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传递生活正能量，天津卫视。